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都灵裹尸布。真正可怕的不是它像耶稣，而是它可能根本不属于人类历史。你现在看到的不是一块普通的布。1978年10月8日凌晨2点17分，意大利都灵，一群科学家把当时最先进的仪器对准了它。他们原本只想证明一件事，这不过是中世纪的伪造品。但实验开始不到几个小时，事情就失控了。在紫外成像下，布上的人影出现了类似呼吸的波动，不是错觉，仪器也记录到了。更诡异的是，这幅影像没有颜料，没有笔触，却能生成完整的3维人体模型。甚至这个人并没有真正接触这块布，就像他是在悬浮状态下被某种力量瞬间记录下来。那一刻，有人停止了实验，有人退出了研究，还有从此再也没有公开谈过这件事。因为他们开始意识到一个问题，这块布记录的可能不是死亡，而是一次被带走的过程。一群来自美国的科学家正在进行一项史无前例的实验，他们要用当时最先进的仪器去解开一块布的秘密。这块布被称为都灵裹尸布，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场实验将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未来数十年里闭口不谈，甚至有人在报告发布前悄然退出研究。裹尸布长 4.4 米，宽 1.1 米，布上有一具男性的影像，正面与背面，脸部、肋骨、手腕、脚踝都清晰可见。更诡异的是，这个人似乎被钉死过，伤口位置和圣经中描述的耶稣完全一致。但真正让科学家震惊的不是宗教，而是这幅影像不是画出来的。故事开始于1978年10月7日深夜，都灵大教堂的厚重石门在雨声中缓缓关闭，最后一位参观者离开之后，整座建筑陷入一种带着湿气的静默。钟楼没有敲响整点，反而像刻意避开某种时刻一样停滞着。在主祭坛后方临时搭建的研究区里，来自美国、意大利和瑞士的12名科学家围着一张被恒温玻璃罩保护的长桌，桌面上平铺着那块传说中的布，都灵裹尸布。灯光被刻意调暗，只留下几盏冷白色光源从斜上方照射，布面上的人影因此显得更加立体，仿佛不是一幅图像，而是一个正准备从纤维深处缓慢浮出的存在。带队的是一位名叫艾德里安·霍夫曼的物理学家，他37岁，曾参与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粒子束实验，此刻却站在宗教遗物前显得异常安静。他的手指停在记录板上，却没有写下任何数据，因为他第一眼就意识到，这不是一项普通的材料分析任务，这更像是一次被安排好的接触。他记得3个月前接到那封邀请函时，上面没有署名机构，只写着一行字：我们需要你确认这是否属于人类历史。当时他以为那只是某种宗教研究项目的夸张说法，但当他真正站在这块布前，他第一次感到一种来自理性之外的压力。那不是恐惧，而是一种被观察的感觉，仿佛他并不是在研究裹尸布，而裹尸布在研究他。实验从凌晨2点开始，团队首先进行的是高分辨率摄影与光谱扫描，一切都按计划推进，数据稳定，没有异常，直到第3轮紫外激发测试。技术员露西亚在调整光源角度时突然停住，他低声说了一句：他动了。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但当艾德里安抬头看向监视屏，他的呼吸在那一瞬间变得缓慢，因为屏幕上的图像确实发生了变化。原本静止的脸部轮廓在紫外波段下呈现出一种极其微弱的层次漂移，就像水面被极轻的风触动。那不是光学误差，因为仪器同步记录到纤维反射值的变化，而且变化是有规律的，呈现出一种类似呼吸频率的波动，大约每秒一次。露西亚迅速关闭光源，但那种波动并没有立刻消失，而是延迟了大约3秒才完全静止。这个现象没有被写入公开报告，因为他们无法解释，也不敢解释。埃德里安当晚在私人笔记中写下，这不是被动图像，这更像是一个被锁定的过程。接下来的几天里，团队逐渐发现更多异常。红外成像显示，布上人影的密度分布并不符合任何已知接触或染料模型，而更像是一种距离编码。他们将数据输入一套用于月球地形分析的软件，结果生成了一张完整的3维人体模型，比例精确到毫米级，
这意味着图像本身携带空间信息，而这种信息的记录方式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几乎不可能实现。更令人不安的是，当他们将模型进行旋转分析时，发现这个人体并不是完全贴合布面，而是与布之间存在平均约3厘米的间隙。也就是说，这个影像并不是通过接触形成的，而是在某种悬浮状态下被记录的。这一点让团队内部出现分歧，一部分人坚持这是未知的自然现象，另一部分人则开始提出更大胆的假设，甚至有人提到高能辐射瞬间成像，但没有人愿意公开说出那句话。这像是一种技术产物。第5天夜里，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托里奥带来了一份档案，那是一段极少被提及的记录，时间是1532年火灾之后的修复日志，其中一页边缘写着一段拉丁文批注：影像未被火焰触及，仿佛不在此布之上。这句话当时被认为是修饰的宗教夸张，但结合他们的实验数据，这句话突然变得不再荒谬，而更像一种被忽视的观察事实。第7天，艾德里安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求团队进行一次极短脉冲激光模拟实验。他们使用当时实验室能达到的最高能量密度，试图在类似亚麻布上复制这种影像结构，结果是失败的。所有实验样本都出现了纤维烧蚀或穿透，而无法形成那种只存在于最外层的均匀变色。这意味着，如果裹尸布的影像是由能量形成的，那么那种能量必须具备极其精确的控制能力，既足以改变分子结构，又不会破坏整体织物结构。这种控制水平甚至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难以实现。实验结束后，当晚的会议气氛变得异常沉重，没有人再提宗教，也没有人再提中世纪伪造。艾德里安看着屏幕上的3维模型，忽然说了一句：如果这不是我们做的，那是谁做的？没有人回答。30年后，2011年，罗马一间物理研究所的地下实验室里，一位名叫卡洛·迪拉扎罗的科学家重新计算了当年实验所需的能量。他得出的结论是，要在如此短时间内形成这种影像，需要相当于数十亿瓦的紫外激光瞬间释放。这个数值被写进论文，却没有引起太大关注，因为它过于不现实。但艾德里安在看到这篇论文时已经67岁，他把那篇论文打印出来，放在旧笔记旁边。他终于明白，当年他们不是失败了，而是触碰到了一个不属于那个时代的边界。与此同时，在互联网的另一端，一份匿名文件开始流传，文件标题为 Project Lumen， 上传时间无法追溯，内容混杂着技术、术语与不完整的日志。其中一段记录引起了少数研究者的注意，样本编号 S1， 记录完成，能量回收稳定，主体已转移，残留介质成功保留形态信息。没有人能确认这段文字的真实性，但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路径。如果裹尸布不是遗物，而是一次记录，那么它记录的不是死亡，而是某种转移过程。在这个假设下，布上的人影不再是被包裹的尸体，而是被扫描、被提取、被带离的一个瞬间残像。这种想法最初被认为是荒谬，但当有人将裹尸布的3维数据与现代医学扫描模型对比时，发现其信息结构更接近于一种体积采样，而不是表面成像。也就是说，它更像是一台设备在捕捉人体完整形态时留下的副本，而不是一块布在接触尸体时形成的印记。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问题就不再是这是谁，而是谁在记录。更令人不安的是，有研究者指出，布上人影的比例与某些已知人类平均值略有偏差，尤其是在肩宽与肋骨间距上呈现出一种优化后的对称，就像经过筛选的样本，而不是自然个体。这种细节没有被主流讨论，因为它无法被归入任何已有体系，但它像一颗微小的裂缝，慢慢扩展。2019年冬天，一名独立调查记者在都灵访问一位已退休的修复专家，那位老人只说了一句话：我们修复的是布，不是他留下的东西。当记者追问时，他摇头不再回答。那段采访没有被播出。故事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束，但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24年。一组来自欧洲空间局的公开数据中，有人发现一段被标注为无关噪声的信号，其频率分布与1978年裹尸布实验中记录到的那种紫外波动高度相似。这一发现没有被官方回应，但在小范围内引发讨论。如果两者之间存在联系，那么意味着那种记录机制并不只存在于地面，
而可能是一种更广泛的现象，甚至不属于地球文明的范畴。当艾德里安晚年再次回到都灵，他站在大教堂外的广场，看着游客排队进入，他没有进去。他已经不再需要看到那块布，因为他知道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在那块布上，而在我们如何理解它。如果那是一件遗物，我们可以把它归入历史；如果那是一幅伪作，我们可以用科学否定它。但如果那是一段被遗留下来的过程记录，那么它所指向的就不是过去，而是某种人在进行的事情。他在笔记最后写下了一句从未公开的话：也许我们一直以为自己在寻找起源，但事实上我们只是被允许看到了一次离开。1978年10月13日凌晨3点，距离实验结束还有不到24小时，研究室内的气氛已经从最初的兴奋转变为一种近乎压抑的死寂。艾德里安·霍夫曼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他的目光从显微摄影仪的目镜上移开，转向靠在墙角的罗伯特 ·J· 威考克斯。威考克斯是团队里的核物理学家，平日里不苟言笑。此刻他正盯着那台定制的微弱发光探测器，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罗伯特，你已经盯着那个屏幕半小时了，有什么发现？艾德里安递过去一杯冷掉的咖啡。威考克斯没有接咖啡，他的声音有些干涩。艾德里安，你相信残留吗？不是化学残留，而是物理状态的残留。他调出了几分钟前采集到的数据图像，屏幕上不是普通的亚麻纤维放大图，而是一张经过微彩色处理的能量分布图。在裹尸部人像的面部区域，尤其是眼窝和额头位置，呈现出一片极其微弱但结构清晰的淡蓝色光斑。这是什么？热残留。艾德里安皱起眉头，不，这不是热能，这块布在这里放了几个世纪，如果是热能，早该散逸了。威考克斯指着屏幕边缘的刻度，这是极微弱的不稳定的光子发射，波长主要集中在原子外区，夹杂着极少量的软 X 射线。他深吸了一口气，说出了那个让艾德里安脊背发凉的术语。这看起来像是深质发光或介质阻挡放电后的余晖。通俗地说，这块布的纤维曾经在极短的时间内充当了一个巨大电容器的介质，并承受了超越其物理极限的能量穿透。艾德里安感到一阵眩晕。作为粒子物理学家，他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要让亚麻纤维产生这种级别的残留电离，除非在图像形成的那一瞬间，整个尸体释放出了相当于一个小规模核反应所产生的瞬时辐射通量。你说余晖意味着它正在衰减？艾德里安问。是的，非常缓慢，但确实在衰减。根据衰减曲线逆推，威考克斯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理清思绪。如果这个信号来自于中世纪，它现在应该早就归零了，除非什么？除非图像形成的时间距离现在并不遥远，或者某种未知的机制在持续为这些纤维充能。这个发现被列为绝密，编号为 Anomaly 78X。在随后发布的公开报告中，关于微弱发光探测的数据被含糊地解释为环境本底辐射导致的仪器噪点，但威考克斯知道那不是噪点。在离开都灵的前一夜，他悄悄提取了一根面部区域的微小纤维样本，放入了一个铅制的微型采样管中。消失的物理学家与冷伤猜想实验结束后的第3个月，也就是1979年1月，罗伯特·威考克斯没有出席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举行的内部总结会议。1周后，他的家人报告其失踪，他所有的研究资料，包括那根微小的纤维样本，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艾德里安是最后一个见过威考克斯的人之一。在失踪前的一晚，威考克斯曾给艾德里安打过一个电话，电话里他的声音充满了一种病态的狂热。艾德里安，我明白了，不是辐射，不是简单的能量释放。威考克斯在电话里大喊，那是熵的逆转。在那一刻，那个身体不仅仅是消失了，它带走了周围空间的所有热有序性，这是一种冷熵过程。那幅影像是空间本身为了填补由于那个存在突然消失而产生的物理空缺而在布上留下的灼痕。这是维度的撕裂。艾德里安。电话在杂音中戛然而止。那时的艾德里安认为威考克斯因为巨大的精神压力而崩溃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细节让艾德里安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判断。1988年，裹尸部接受了碳负14年代测定，结果显示其年代为公元1260年至1390年之间。
这一结果似乎判定了裹尸布是中世纪的伪造品。世界一片哗然，梵蒂冈表示接受科学的裁决。艾德里安看着新闻，心中却没有感到解脱，反而涌起一股更深的寒意。他想起威考克斯失踪前说的话，碳负14是不可靠的，如果发生了能量充能，如果发生了中子通量激发，亚麻纤维里的碳负12会被转化为碳负14。那次事件不仅创造了图像，还刷新了这块布的原子钟。为了验证这个想法，艾德里安利用自己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关系，悄悄进行了一次未获授权的模拟实验。他用高能中子束轰击一块现代亚麻布，然后进行碳年代测定。结果令他震惊，仅仅几秒钟的轰击就让现代亚麻布在检测中看起来像是来自未来3000年。如果裹尸布上的偶像是由于某种高能过程形成的，那么1988年的碳负14测定结果不仅不能证明它是伪造品，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那个能量过程的真实存在。但谁能解释一个1世纪或中世纪的身体是如何释放出足以改变原子结构的能量的？2004年，艾德里安已经退休，居住在瑞士日内瓦湖畔。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但头脑依然清晰。那段在都灵的记忆像复古之居，挥之不去。那年夏天，他收到了一封匿名的电子邮件，邮件的主题只有一个单词 Lumen。 邮件没有正文，只附带了一个经过加密的文档。艾德里安花了3天时间才将其解密。文档的内容让他如坠冰窟，那是威考克斯失踪前的研究笔记的扫描件，但夹杂了大量他不认识的批注和符号。笔记中提到，威考克斯在那根失踪的纤维样本上发现了一种诡异的现象，纤维内部的纤维素分子呈现出一种超晶格结构，这种结构通常只在极高压或接近绝对0度的环境下才能形成。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排列方向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呈现出一种类似某种复杂编码的几何图形。它不仅记录了图像，威考克斯在笔记中写道，它记录了某种信息，一种由于维度塌陷而被迫压缩到3维空间亚麻纤维上的高维信息。在笔记的最后几页，批注的字体变得潦草而狂乱，似乎是另一个人的笔记。威考克斯是对的，但他的方向错了，那不是自然发生的维度撕裂，那是一次提取。Project Lumen 的目标不是研究裹尸布，而是通过裹尸布研究提取的技术。我们分析了1978年的3维测绘数据，发现那个身体周围的3厘米间隙并不是静止的。如果将数据进行动态模拟，会发现那个间隙在图像形成的瞬间呈现出一种蠕动的状态，这是一种定向的能量场，它在将那个生命体从我们的时空中剥离。裹尸布上的图像是这种剥离过程产生的副产品，一种相位转移噪声。我们甚至通过分析这些噪声的图案，反推出了那个能量场的部分参数。但最恐怖的是，我们发现这种剥离过程并不是一次性的，在某些特定的波段下，裹尸布的图像会表现出极其微弱的物理量波动。这就像是一个仍在运行的程序，一个早已结束的事件在我们的时空中留下的持续性回响。谁在记录，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自从我们开始进行深度扫描的那一刻起，我们也被记录了。邮件的末尾附带着一张粗糙的图片，似乎是从某种复杂的探测仪器上拍下来的。图片上是一个模糊的人形，但不是裹尸布上的那个人，而是一个穿着现代防护服的人，正站在1978年都灵大教堂的研究室里。艾德里安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他认出了那个身影，那是年轻时的他自己。那张照片的拍摄角度非常奇怪，它不是来自于任何当时在场的人类或仪器摄像机，而像是来自于天花板上的某个虚空点，来自于一个不可见的观测者。2024年，都灵，距离1978年的那场实验已经过去了46年。艾德里安·霍夫曼在2年前去世，他的大部分私人笔记按其遗愿被焚毁，但他的孙女，年轻的理论物理学家爱丽丝·霍夫曼在整理其遗物时，发现了一个夹在旧书里贴着 STIRP 1978级机密标签的加密 U 盘。U 盘里只有2个文件，一个是艾德里安晚年撰写的未完成论文《论都灵裹尸布影像形成的非局域性物理机制与高维提取假说》，另一个是一段长约15秒的音频文件。爱丽丝首先打开了音频文件，里面是一片杂乱的电子噪音，就像是老式收音机没有调好频道发出的沙沙声。
但如果仔细聆听，在那片沙沙声背后，似乎隐藏着一种极有节奏的低沉的嗡嗡声，大约每秒一次，像是一种缓慢的心跳，又像是某种大型设备在虚空中运行的余波。他将这段音频输入到频谱分析软件中，将其与欧洲空间局 Resentment 公开的那段被标注为 Irrelevant Noise 的神秘声空信号进行对比。屏幕上出现了2条波形图，一条来自于2024年的神空，一条来自于1978年的杜林。当2条波形完全重合在一起时，爱丽丝感到一阵无法抑制的战栗。它们是如此的相似，就像是同一个音叉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出的同一种共鸣。那是时间的余烬，是那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存在，在离开时留下的永不消逝的回响。他关掉了电脑，走出办公室。外面的夜空漆黑一片，星星在遥远的地方闪烁。他看着那些星星，忽然明白，也许裹尸布上的那个人并没有复活，也没有死去，他只是走了。而在那一刻，在这块微不足道的亚麻布上，在这些脆弱的纤维深处，人类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捕捉到了某种比神灵更古老、更庞大的存在，从这个宇宙进入另一个宇宙时所发出的那一声轻微的物理性的叹息。好了，故事与歌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我的账号，看更多精彩内容并被催眠。